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 169.08， 收盘价是 164.90，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70.86， 最低价是在 160.51。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43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6 倍量增。KD 值我们会看到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双线是继续下行。那么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MACD 快线的方向也是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空头趋势发生转变。实际上目前我们会看到上方已经有头低，下方已经有底低，也就是这个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K 线信息。在2024年4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下跌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低开盘，然后呢在盘中在前低，也就是 160.51 这个地方是遇到了支撑，然后在盘中出现了反弹，但是呢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也收在了前低的下方。那这样一来实际上它也就是确认了这根直涨的信号 K 线，或者叫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也就是它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也就是确认股价将会变盘向下。那当日的这根 K 线我们通常把它称作叫吊人线。那吊人线实际上如果是出现在低档，那么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如果是出现在相对高的位置，那么它称为是吊人线。那目前这样的一根 K 线呢，如果我们把它称作是吊人线，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那如果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那么股价呢将会这又是一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是日后股价会继续上行。但是无论是我们定义为高位还是低位，那么这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的最高和最低将是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日后股价只有站上171，也就是它的最高，那么才能确认变盘向上。那日后呢，股价只有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股价才会有可能出现进一步的下行。对，否则呢，我们认为股价日后 K 线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这根 K 线最高和最低的范围之内。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位置，一个是收盘价会在172，另外一个收盘价会在178。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也是给出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167附近，另外一个是收盘价会收在164.5附近。那实际在4月5日
收盘价是在164.90，那这和我们预测的下行的最低的那个点位啊，是相接近的，但是呢，走势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预测的这样一个下跌的下行的一个走势啊，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或者小绿 K 线，而实际的走势啊，我们会看到它的最低是触碰到了前低160.51。我们也可以看看当日的分时图。好，那当日的分时图啊，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是在盘中的这个地方是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行，然后呢，在160.51，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是有多头力量进入，那么把股价呢又推回到相对高的位置，但是最后我们会看到收盘价依然是在相对低的位置。好，对。也就是收盘价呢，并没有回到前低的上方，也就是168的上方。好，那么我们说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收盘价跌破前低，然后抱有大的成交量，那么日后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那对于4月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160.51，就是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实际上也确认了之前的空头趋势再次出现低底低。好，那么我们根据前一个交易日 K 线，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是在当日是支撑住了这个股价，那么日后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强支撑。对，好，那么160.51如果被跌破之后，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52，152被跌破将是收复自2023年4月27日以来的上涨。那么152被跌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2，也就是这个前低。好，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其中我们现在认为160.51啊是股价下行目前的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支撑。好，这是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我们先要加一条水平线，因为目前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有头低，那么现在股价出现了回档，下方又出现了低底低，所以这样一来，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啊已经建立，所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瓦解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这根天剑线的最高在177，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好，177被站上，如果瓦解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第二个目标将是184。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好，那184被站上呢，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那么股价再向上的目标就是205。好，那目前股价要上行要到达177之前啊，各条均线值是压力。那同时一个强压力就是这根锤子线，或者我们称作叫吊人线，它的最高也就是在171附近，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当然5日均线值也是强压力。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说明。那在4月8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我们要给的观察位就是这根绿 K 的这根红 K 实体的中线是在167附近，我们调整这个水平线到167。好。
好，那么我们观察它的目的就是说，无论股价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如果股价出现反弹，我们说在当日4月8日盘中，如果能够在167上方运行，我们认为它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否则股价将会继续下行，或者至少是会出现横盘向下。所以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67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那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 K 线信息。在4月1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中红 K 线，它是下跌的 K 线，收盘价跌破前低，就是前一周K 线的最低，然后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那我们会看到这个 KD 值的快线是转折向下，并且下穿了慢线。那在 MACD 我们也会看到双线是继续下行的，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带量的中红 K 线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行。那其实继续下行呢，我们会看到这两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都是160.51，所以这个位置呢，将会成为一个重要标志。那么股价下行一定是要跌破这个位置的。对，好，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那当然反弹，如果说是反弹我们从单一 K 线来说，反弹我们认为只有股价重新站上5均值，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反弹的可能。好，我们调出辅助线，我们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说，在4月1日当周，如果是上行，收盘价会在189附近，然后如果是下行，收盘价会在162附近。那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根 K 线实体的上沿，也就是在169附近。那么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当周股价一直是在169的下方运行，最后也是收在了低位，也就是在162附近。好，这是我们对之前走势的一个回顾。那么对于4月8日当周我们要给出股价的2个位置。我们认为，如果股价出现下行，它的目标或者很可能会收盘在155附近。对，那么如果是股价是上行呢，我们先把这个观察线移开。那股价上行，我们认为会收盘价在176附近，在这个位置。对，那周中我们要给的位置就是要关注161，或者就是这个160.51，我们把它放在161。好，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如果在接下来的一个交易周，股价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或者说是横盘。但是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是在161下方运行那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收低的。好，那这是我们对4月8日当周 K 线走势的一个预测。好，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分别是在3月18日5%进场，在收盘价是在175附近，174附近。那么在3月20日收盘价是在176附近，10%加仓。那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75。那当然我们之前是给出获利的位置的，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一直是这个仓位被持有的，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一直是守166。那我们会看到，当然我们还给出一个位置是在163，是在连续出现这2根 K 线之后，我们给出的
额外的一个守止损的位置。那么我们会看到在4月5日收盘价是在 164.90， 它跌破了我们之前给的一个止损位，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守166。那么如果呢，当然我们还给出一个止损位是在163。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可以依据就是能够承受的损失的范围内吧，我们觉得可以选择是立刻止损出场，还是在等待股价跌破163之后再去出场。对。好，所以这个多头仓位在这个地方，如果是守166，那应该是离场的。那如果说我们可以承受更大的风险呢，那么我们可以继续守163，但是在这个地方是不可以加仓，更不可以初次建仓抢反弹的。好，这是我们对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我们一直描述到股价跌破163之后，我们再也就是说止损出场之后，我们再中断这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这根吊人线的最高是171，然后他们的目标就是160和下方的152。当然5日均线值也是它要守的一个位置，是在170附近，168附近。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67到168之间。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是从171到172之间，它包括前高。然后第三个压力位就是177，第四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是从184到187。那我们再来看，首先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160.51，然后第二个支撑就是下方的15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4月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我们依然会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因为我们刚刚从分时图可以看到，股价是在160.51遇支撑，然后出现了一个强势反弹，那也就是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波动。那在4月5日盘中已经是有多头力量的进入了，那么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是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反弹我们给出的点位是这样的，那它应该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7，上方最高会到达172。然后收盘会收在170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会最高会到达167，最低下方会到达159，然后收盘会收在162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4月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